族入侵的末世之下，食物极其匮乏，就连一颗坤弹都能引发不小的动乱。而瑞奇却开着一间物资丰富的小卖铺，任何踏入小卖铺的人，无论其觉醒的实力多逆风，在瑞奇面前不过是蝼蚁罢了。只因在小卖铺的10平米领域内，他就是无敌的存在。该死的！你们情报部门都是干什么吃的？不是说只有1名临近杀戮者吗？为什么现在是2名？主人，我们也是刚刚得知，杀戮者在情报部门安插了内鬼，你一定要坚持住。我已经安排了莫云前去接应你，半个小时他就能赶到。还要半个小时？到时你们就等着给我收拾吧！哼！瑞奇，你的厨艺真是一言难尽。行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卖份牛排如果放在外面，都够买我命了。再说了，凭什么你的吃喝拉撒都要算在我头上？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是个系统化身而已，你总不能让一只狗出去挣钱吧？你挣不了钱，少吃点总行吧？真是能吃能拉。看到狗系统这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瑞奇无奈轻呼系统面板查看了余额，您当前的余额为负4384元，负债超过5000，超市将面临倒闭的风险，请尽快搞钱。陆总，为什么负债你心里没点 A 数吗？正在这时，门口的铃铛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声响，来客人了。进到超市的楚然看到满屋的食物，瞬间眼前一亮。欢迎光临，这是自己的第一个客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跑了。楚然呆呆地看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他的喉咙不断地滚动，随后伸手缓缓指向了一桶泡面。老板，这个多少钱？70块。随后楚然欣喜地接过泡面后，就开始疯狂地吸入起来，这是他20年以来吃过最美味的食。2分半后，楚然这才心满意足地放下泡面。老板，我能问问你这些食物都是从哪里得到的吗？不好意思，不能。不过想来也是，末世之下谁会将自己的生存手段告诉他人？现在距离自己来到小卖铺已经接近5分钟的时间，避吸弹效果也只有5分钟。5分钟一到，那2名杀戮者就会顺着气息追踪到此。虽然状态恢复了不少，但不能连累这间铺子的主人。随后楚然告诫了下瑞奇才不外露的道理后，就迅速消失在夜色之中。看着离开的楚然，瑞奇突然心中大悟：狗爷，我悟了。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抓准客户群体。啥意思？普通人在这种末世之下活下去都已经成了一种奢望，但是那些觉醒者不同，他们击杀敌人可是有赏金的，尤其是那些高级别的觉醒者，身上一定积累了不少钱。所以你想将这些东西卖给觉醒者？不光是这些食物，只要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变成钱。要我说，根本没必要这么麻烦，来一个抢一个，反正在这10平米的范围内，就算是神也得给我跪下叫爸爸。生意人自然要有长久之道，你抢几次下来，都把人吓跑了，谁还敢来？除非别人来抢我们。刚才那个杀伐者怎么就没动心呢？要是他出手抢夺，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他扒光了。不，我的意思是抢光了，再将他扔到超市系统当个服务员。杀伐者一般都是守护这个世界的觉醒者，很少做这些苟且之事。只不过追他的那2个杀戮者可就不一定了。在这个世界，觉醒者有2个阵营，一种是杀伐者，另一种是杀戮者。杀戮者为贪而杀戮，杀伐者为生护而杀。其实从刚才女子一进门，瑞奇就洞悉了女子的一切信息。毕竟只要在这个10平米的范围内，他就是无敌的人。就在这时，2名身披黑色铠甲的人走了进来。小子，有没有见过一个身穿风衣的女人？见过呀。她去哪里了？不知道，她吃了1碗泡面以后就走了。好，那你给我们每人来1碗，我俩今天没有带钱，明日亲自给你送来。小本生意，概不赊账。你他妈真以为老子在跟你商量吗？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你5分钟的时间，将这些东西全部给老子打包封好。嘿嘿，原来是来抢劫的。你跟他废什么话？老子今天不但要抢货，还要杀人。还有这条狗，虽然看着蠢了点，但也能宰几10斤肉。看来人命在你们眼里还真是如同草芥。念念，你是觉醒者。行了行了，晚点给你加餐。报告，非常奇怪，那2名杀戮者的气息突然消失了。轻描淡写做完这一切的瑞奇，从他们身上搜到1360块和4元。我就说吧，挣钱哪有抢钱快？不过这2个杀戮者为啥这么有钱？刚才那个瞎法者身上可是连100块钱都凑不齐，同样都是觉醒者，瞎法者怎么混成了这个鸟样？因为杀戮者不必遵守这个世界的制度，自然也就有钱。世界就是这样，当制度成为了空谈，黑暗就会降临。那些处于黑暗之中的眼睛，哪一双不是布满嗜血与贪婪？夜空下，楚然身处废弃的大楼天台上，他俯瞰着脚下的这座城市，心中有一丝说不出的滋味。100多年前，兰市也曾是一座繁华似锦的大都市，到了晚上，也是万家灯火，其乐融融。如今整座城市却基本处于黑暗之中，大部分的人已经全部被转移到了庇护所。这样做一是为了统一管理，二就是防止异族将仅存的人类逐渐吞噬。就在这时，队长莫云的出现打断了楚然的思绪。他发现楚然身上散发出的精神力，非常惊讶。你的状态怎么这么好了？队长，我今天在逃跑途中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什么地方？随后楚然兴奋地将小卖铺发生的一切告诉了莫云。你确定那些物资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还吃了1碗泡面呢，那味道真是美极了。莫云不留痕迹地吞咽口水。这时楚然猛然间抬头，糟了，
莫云眼神一凝，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两人几乎同时向着小超市的方向疾驰而去。老板，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他现在终于明白那2名杀戮者为何迟迟不来。按照杀戮者的性格，看到那么多的物资怎能不起邪念？楚然现在极度的懊悔，因为他的贪吃，让一名无辜的超市老板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还有那只可爱的小狗，一定也成了杀戮者的腹中之物了吧？几分钟后，他再次来到了小超市门前。楚然看着屋里面透出的微弱灯光，一双手颤抖的将门推开。他已经能预想到里面炼狱般的场景，遍地是血，一人一狗身首异处，狗可能更惨，或许只剩一张狗皮了吧。随着木门发出一声轻响，正在切牛排的瑞奇转头看去，随后招牌式的微笑再次浮现在他脸上。欢迎再次光临。老板，你竟然没事？瑞奇目光一凝，瞬间知道了俩人的来意。看来这小妞还挺有良心的，我能有什么事？刚才有没有2个身穿铠甲的人进来？当然有啊。他们把你怎么样了？这2个狗日的吃饭不给钱，然后呢？然后就被我赶出去了。听了瑞奇的话，两人眼中满是不可思议。难道这些杀戮者突然转性了？不应该啊！别说杀戮者了，如果不是因为我瞎法者的身份，恐怕连自己也抵抗不了这些食物的诱惑。当然，我这是小本买卖，自然也不可能让他们吃了霸王餐。最后我让他们给我押了一件东西。什么东西？我看了一下，那2人身上也就这个值点钱。竟然是属于杀戮者的禁器，怎么可能？这种禁器他们是绝对不会随便离身的，只能说杀戮者嘎了，嘎在了面前这个挂着人畜无害笑容的青年手里。难道这个超市的老板是一个觉醒者？但是对方身上明显没有任何的精神力波动啊！莫云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浓，随后他眼神中金光一闪，一道精神力突然间向着瑞奇席卷，他想试探下这个青女。队长，你看在你们能够再次返回本店的份上，这一次先饶你们一命。如果再有下一次，切肉的就不是这柄短笔，而是你身上的弯刀。两人心中大骇，尤其是莫云，他的身上已经全部被冷汗浸湿。老板，我没有恶意。见状，莫云心中终于舒了一口气，再次看向瑞奇的眼神中已经充满了敬畏之色。你饿不饿？莫云老实的点了点头。给我的，当然。反复确定了一下对方并没有开玩笑，莫云伸手接过牛排吃了起来，随后发出阵阵满足的声音，心中对于瑞奇的形象猛然间拔高了数个层次。自己冒犯在先，人家却不计前嫌，看到没？这就是强者的格局。好吃吗？好吃，谢谢老板。莫云边吃边含糊不清的开口。客气啥？200块。什么200块？当然是牛排啊！怎么，你想吃霸王餐？狗爷关门，有人要吃霸王餐。你是真能演啊，我都听不下去了。别，老板，我给。这可是我好几个月的积累，如今一下子化为了泡影。但是谁让自己手欠呢？好端端的试探他干嘛？随后他把对自己的所有怨恨都发泄在了手中的牛排身上，最后连骨头都咬碎了咽进了肚里。狗爷呆呆的看着连骨头渣子都没有剩下一丝的盘子，心中竟然升起了佩服之意。要说狗，还得是你啊，兄弟。行了，时候不早了，我要打烊了，欢迎下次光临。瑞奇微笑着下了逐客令。队长，老板是什么境界的觉醒者？是战境吗？能让他们2个临近瞎法者毫无还手之力，最低也是战境吧？绝对不止战境，庇护所里有不少战境的瞎法者，但是没有人能够像小超市老板那样带给自己如此大的压力，那种感觉似乎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神。难道是极境？不会吧，这个废弃的都市怎么会存在极境的强者？实力相差太悬殊，老板境界我也无法揣测。我们先将今天发生的一切汇报给庇护所，看看教官如何决定。如果能派一名战境或者是极境的瞎法者前来，应该就能探清老板的虚实。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招惹这位小老板为妙。作为女人的第6感，她总觉得这个小老板身上有一层神秘的面纱，想要揭开就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代价不是他们能够承受得了的。有个这么厉害的强者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我们却连对方的底细都摸不清，你觉得教官能睡得着觉吗？最起码我们也要明白小老板属于哪个阵营的。肯定不是瞎录着，不然我们2个今天绝对不能活着走出超市。如果只是一个中立的觉醒者，我们说不定有机会将他招揽到瞎法者的阵营。对啊，他既然能在这末世之下开店，说不定身后还有一条强大的资源链。如果将他招揽过来，我们说不定能天天吃泡面。没错，我们赶紧回庇护所，绝对不能让瞎录者知道小老板的存在。此时还在超市里拌嘴的一人一狗，殊不知明天将有一个强者到访。如今自己还欠系统2684块钱，小卖铺现存的货物价值是3100块，也就是说自己只要将小卖铺内的东西全部收完，债务就算是还清了。可销路却是个大问题。你可以再去坑坑楚然和莫云。你是来搞笑的吧？楚然都比脸还干净，莫云仅有的200块昨天也被我榨干了，其他人我也不认识。如果是在100多年前，咱们还可以拍个宣传视频什么的，再不济找几个主播探个店也行。但现在所有网络都瘫痪了，自己总不能拿个喇叭上街叫卖吧？这方法可行，但瑞奇却不敢，毕竟只有在小卖铺内他才是无敌的，一旦离开这个视频里的范围，不用觉醒者动手，随便来个壮汉就能将他干趴。欢迎光临。中年人只是点了点头，随后紧紧盯着瑞奇，脸上的疑惑越来越浓。觉醒者，商人，普通的商人可没有能力在2个瞎路者手中活下来。开店嘛，总要有点保命手段，否则人人都来我这吃霸王餐，难道让我去喝西北风？老板说的在理，有没有兴趣加入瞎法者阵营？并没有。
只要你愿意加入瞎法者阵营，我可以保证你这辈子衣食无忧，并且绝对安全。说的我现在多艰苦似的，没看到我这一屋子的物资吗？我说了，我就是个商人，谁有钱我就跟谁做生意。至于守护世界的任务，还是交给你们吧。谁有钱就跟谁做生意，意思就是这些食物可以卖给任何人，包括瞎戮者。既然没办法拉拢到自己阵营，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眼下也只有一种办法。既然如此，那只能得罪了。阁下这是想杀我，还是想将我绑回去？你知不知道，现在一块面包就足以让一名灵境觉醒者短暂的将状态提升到巅峰。如果这些食物落到了瞎戮者手里，对我们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所以，还请老板暂时去一趟庇护所。可以理解，但是你只有一次机会，两种结果。第一种，我出现在你们的庇护所当中；第二种，你消失在这个世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黄忠实教官。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我从进门后根本就没提到过自己的身份，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是楚然、莫云他们？一定是。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和身份，我还知道你正在为一只未知发愁。最近你们的情报系统频频出错，甚至庇护所内还出现了瞎法者莫名其妙消失的情况，所以你怀疑是有未知潜入了你们的庇护所。也只有未知那天生强大的隐匿天赋，才能够在你们眼皮子上做到这一切。只不过为了不打草惊蛇，你不能进行全面的排查。我说的对吗？不可能，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除了自己，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除非你是瞎戮者。你出门是没带脑子吗？我要是瞎戮者，你那2个手下就不会活着走出小卖铺。就算是你，现在也已经是具尸体了。你以为极境很牛吗？冷静下来后的黄忠实也觉得瑞奇的话不无道理。况且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不想找到这只未知？难道你有办法能找到这只未知？当然有。什么办法？瑞奇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瞬间来到超市系统内，查询找出未知的办法。找出临近未知500块，击杀临近未知2000块，找出战境未知1500块，击杀战境未知8000块。至于下面的更多选项，瑞奇连看都没看。先不说这只未知，这小子不会是个骗子吧？难道他刚才逼赖半天，就是为了骗自己钱？看来这老小子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又得借网贷了。随后瑞奇从系统空间中取出一支普通的蜡烛，这是冥魂烛，对于暗黑生物极其敏感，只要那只未知出现在你10米范围内，冥魂烛就会让它现出原形。但是你得保证测试的人都是巅峰状态，否则冥魂烛的测试结果将会出现偏差。但是我要怎么保证庇护所里面人都是巅峰状态？自己总不能挨个去问吧？而且庇护所食物有限。老黄同志，我知道你们瞎法者辛苦，也知道你们的资源紧缺，你作为他们的教官，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但是未知可是大患啊，一日不出，你能睡得安心吗？当然不能。如果未知继续隐藏在庇护所内，你那些手下早晚会死于非命，你忍心吗？瑞奇一连串的突脸质问，使得黄忠实脸色涨红。他虽然没有开口，但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作为人类的守护者，他们应该战死沙场，而绝对不是莫名其妙的死在庇护所内。他们每天拼死拼活，有的人直到战死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你作为他们的领导，难道不应该体恤一下他们吗？老板，我该怎么做？瑞奇站在原地，表情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最后他一咬牙一跺脚，罢了。我这里还有一些泡面，我按9折的价钱卖给你，就当我为你们这些守护人类的英雄做一点微薄贡献。瑞奇一脸心疼的样子，让黄忠实对他的好感急速攀升。现在如果谁敢说瑞奇是瞎戮者，他第一个拼命。谢谢老板。随后在瑞奇的持续忽悠下，黄忠实感激涕零的花了9300块，买下了一支普通的蜡烛以及100桶泡面和100根香肠，甚至在临走时还不忘感叹一声：“老板真是个好人。”在确定黄忠实走远后，小卖部中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天的笑声，哈哈哈，发财了！瑞奇，你忽悠别人的表情还真贱啊！这怎么能叫忽悠呢？这叫销售技巧。话说，你那2滴眼泪是怎么下来的？也太逼真了。我就是想了想你每天的伙食费，眼泪自然就下来了。你滚！第二天，瑞奇心情极度舒畅地查询起系统余额。您的当前余额为1616元，恭喜还清所有债务，请尽快提升超市等级。苟延，超市等级是什么鬼东西？提升超市等级可以扩张无敌领域。无敌领域还能扩张？当然，你以为本系统的能力只在这10平米范围内？那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我以为没几天你就倒闭了。我靠！升级超市系统。升级失败，您的余额不足5000元。贷款升级成功，您当前的余额为负3384元，下一次升级所需金额为5万元。退出超市系统的瑞奇立马将自己的神识散开，这一次超市领域第一次冲破了这间屋子，一直延伸到对面的街头才停下来。50米，虽然只是向前的一小步，但却是文明的一大步啊！苟延，上街去。可谁知道，第一次离开小卖铺的他们就发生了意外。这天，随着黄忠实再次从瑞奇这购买了大量物资和冥魂烛，瑞奇也刚好利用这笔资金将超市的规模进行了提升。而也就是在这晚，一个女孩的出现，彻底将瑞奇带入了一场漩涡之中。老板，能不能暂时收留这个姑娘？此时少女目光空洞，浑身微微颤抖，似乎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不能，我这个地方只做生意，不能成为你们的避风港。老板，我知道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但是这个小姑娘身份很特殊，绝对不能让她落入到杀戮者手中。竟然是冰火双属性觉醒者，难怪楚然说不能让他落入杀戮者手中。这个世界觉醒者有很多，但是附带属性的觉醒者少之又少，更别说还是一个双属性的觉醒者。如果他没有半路夭折，最低的成就也不会低于圣境。麻烦我不怕，但不能坏了规矩。楚然一听，立刻从身上掏出500块钱。老板，这些是我这几天获得的赏金，就当是他的伙食费。
在这些钱用完之前，他不会少一根汗毛。得到瑞奇肯定的答复，楚然顿感压力减轻。到了生蟹后，身影飞快地消失在了原地。瑞奇目光微动，少女内心当中的恐怖场景一幕幕浮现在他眼前。小想，你快跑，别管我！老不死的真碍事。爷爷，你该打。这就是双属性觉醒者的恐怖之处吗？同阶无敌。这一幕正巧被赶来的莫云楚然看到。我留下来断后，楚然，你快带他逃到小卖铺老板那。看来杀戮者的肃清计划开始了。先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别的。听到这声熟悉的声音，少女空洞的目光中渐渐有了一丝情感，开始大口大口吃着面前的食物。自始至终，少女都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哥，我爷爷打了，他打得很惨，是为了让我逃跑。他很爱我，他每天只吃半根能量棒，剩下的都给我攒着。他怕我挨饿，他怕他失去孙女。可我现在没有爷爷了。你现在还活着，就是他最大的心愿。瑞奇没有说太多安慰的话，因为他无法感同身受。爷爷说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你送他的半碗泡面，只不过他只吃了一口，剩下的都留给我了。他还说，如今的世道，谁愿意给你一口吃的，他就是你生命当中的贵人。你爷爷说的没错。他老脸上没有一点不好意思，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老人的称赞。你叫什么名字？小小，叶小小，我爷爷起的。大哥，快看，有好多食物。其余二人看着木架上的食物，眼中蕴含着贪婪之色。只不过他们谁都没有注意到，从他们进门开始，叶小小浑身便开始急速的颤抖，一双眼睛刹那间变成了冰火二色。一股强大的气息突然从少女的身上爆发，瞬间席卷向了门口的3名杀戮者。不好，快跑！好险啊，居然是双属性觉醒者！只要自己将这名少女的行踪报告给杀戮者总部，一定能得到丰厚的奖励。哥，我是不是给你带来了危险？我既然敢答应别人将你留下，自然不怕惹祸上身。此前幸存的那名杀戮者将女孩的信息告诉了总部。不多时，又有5名杀戮者来到小卖铺，不过这次来的可是战劲小队。跟我走。叶小小身上再次爆发冰火之力，只不过这一次却被这名杀戮者轻易抵挡住。杀了他，把物资带回去。他不能跟你们走，因为他现在还是我的客人。只要他不想走，这个世界上就没人能带他离开。爹，亲爹，别杀我，求你别杀我，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该死，我该死。那你就去死吧。随后，瑞奇只是缓缓地抬了一下手，就让这名杀戮者肝胆俱裂。不，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是赵天武，是他让我们来的。前辈，求你饶我一命。你想活？强，只要前辈愿意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行。那你回去告诉赵天武，就说是我杀了你们杀戮者的成员，让他来替你们报仇。这名杀戮者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他随后想到了什么，连忙开口：前辈放心，我保证不会将你的消息透露出去，我发誓。在他眼里，以为对方是在试探自己。按我的意思去做，否则你的下场会比他们更惨。前辈，我这就去找赵天武。滚吧！等等。前辈你完了，他反悔了，我命休矣！你弄脏了我的地板就想一走了之？不是你让我滚的吗？而且这不是你自己烧的吗？我愿意赔偿。那你就赔5380块吧。杀戮者青年瞪大眼睛看了看自己的钱，不多不少，正好5380块。好了，你可以滚了。这个地方太诡异了，巧合，一定是巧合。如果我能像他这么厉害，是不是就可以为爷爷报仇了？哥，我想跟在你身边。跟着我干啥？我想变得跟你一样强。那你这辈子都没机会了。我是双属性觉醒者，实力提升一定会比普通人快很多，用不了多久，我一定能亲手为爷爷报仇。我为什么要让你留在我身边？你知不知道现在食物多贵？多一个人就会多一双筷子。我也是看在那500块钱的份上，才会让你暂时留在这里。我会洗衣服做饭，我可以像照顾爷爷那样照顾你。打住，我有手有脚，不需要别人照顾。等500块钱花完了，你该上哪上哪。我可以陪你聊天，陪你打游戏。这座城市人越来越少，有个解闷的不是挺好吗？不用，我有狗。我可以帮你挣钱，我的实力越强，帮你挣的钱就越多。狗爷，让房。我是谁？我在哪？黄忠实，别费劲了，同样都是极境，只要有我在，你是走不了的。
没想到堂堂银氏第一教官赵天武也成为了未知的一条狗。那又怎么样？最起码我不用再担心有一天会饿死街头。就为了一点微薄的物资，你就能对这些曾经在你我庇护下的普通人出手？末世降临100年，杀伐者就庇护了100年，但是呢，这100年期间还是不断的会有人死在黑暗中，你们都不过他们的，他们比你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太多太多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看在我们同僚一场，只要你愿意跟我回去，凭你的实力一定能在杀戮者当中有一席之地。放你娘的狗臭屁！老子就算是饿死，也不会当别人脚下的一条狗。只要这座城市还有一盏灯亮，老子必定会挡在你们这些狗杂种面前。你觉得过了今晚，这座城市还会存在一点光明吗？对方之所以这么纠缠着自己，不与自己死战，就是为了给其余的杀戮者争取时间。如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恐怕那些普通人已经凶多吉少了。未知的肃清计划从来没有落空过。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看来肃清计划结束了。叫做不好了，我们碰到了神秘强者，战境小队除我之外全军覆没，坐标已发给您了。黄忠实，你玩阴的！这座城市居然还有一名极境，难道是总部派来的人？不对呀，就算是总部来人，最快也要2天时间。难道是那位小老板？就在前不久，瑞奇弹指间轻松消灭了几个小卡拉米后，他们的顶头上司极境强者赵天武循着魏就赶来，想要找回场，却没想到这一趟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轻点，轻点，别太用力。欢迎光临，是你杀了他们吗？他们进门就喊着打打杀杀的，你知道的，我这人胆小，为了自身的安全，我只好先下手为强了。而且按理说，我这属于正当防卫。那你是来给他们报仇的吗？我知道你妹啊！只要你把这个少女交出来，他们的死我可以既往不咎。对方能将整支战境小队都灭杀在这里，实力定然强悍无比。纠缠下去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只要能将这名双属性觉醒者带回去，4名战境杀戮者的死也值得。你要带他走，那可真是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别看他小小只一个，能吃得很啊！我这些食物早晚要被他吃光。求你了，赶紧带他走吧。这下可把赵天武给整不会了，他没想到会这么简单。可正当他犹豫着想要上前时，瑞奇却面露难色，再次开口。不过，果然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不过他在我这里洗衣做饭，累了还能给我揉肩捶背，倒是也有一定的作用。如果你能留下一点小钱的话，也不是不行。原来是个奸商，不过对于一个双属性觉醒者而言，金钱又算得了什么？你尽管开价。那你就随便给个100万吧，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怎么样？你特么傻我！哼，还想抢？之前出手的那几人，孟婆汤都喝了好几碗了。怎么会这样？他不是极境，是超凡境。不，这也不是超凡境该有的力量。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生死就在我的一念之间。你要我做什么？赵天武不傻，瑞奇如果想杀他，根本不费吹灰之力。既然能留他到现在，一定是有目的。这人倒是有点脑子。如果他和那些只知道磕头求饶的蠢货一样，我倒是会毫不留情地将其灭杀。用你的精神力签下这份契约，我可以饶你一命。这是什么劳动合同吗？赵天武整整用了将近2个半小时才将手中的契约看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什么超市？什么系统？而且这哪是什么合同，完全是霸王条款啊！不过他知道自己小命还捏在瑞奇手里，所以还是凝聚精神力，在契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与此同时，超市内的余额也在缓慢地跳动着，每10秒钟。自己的钱就会增长1块，也就是说，就算是赵天武每天坐着不动，我也会有8640块钱的收入。之前那些嘎在自己手上的杀戮者境界太低，可没资格消耗我这仅有3个服务员的名额。从今以后，你就是宇宙超市里第1个员工了，任凭老板吩咐。我知道你心里不愿意，但是你跟我了以后，对你来说也并非不是一件好事。只要你能为超市获得足够多的贡献，别说一个小小的基金，就算是圣境，我也可以让你轻松达到。成为老板第一步要干什么？自然是画大饼了。老板，我觉得地面有点脏了，我来打扫一下。检测到对方超额完成任务，服务员赵天武绩效加2分，老板加800元。瑞奇也开始兴奋地查看着账户余额。就在这时，黄忠实走了进来，在看到赵天武的身影后，眼中瞬间闪出强烈的杀意。赵天武，我嘎了！老黄同志，虽然我们认识，但是小卖部内禁止私斗。老板，他是杀戮者，他以前是，现在不过是本超市的一名服务员。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看来赵天武自己是动不了了，只是可惜不能为那些战死的队员报仇了。老黄，我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其实真正害死这些普通人和你手下的，并不是杀戮者，不是他们还能是谁？那个时候觉醒者同属一个阵营，但是最后为什么会分崩离析？因为他们狗改不了吃屎。呵呵，这么大年纪了，气性还不小。觉醒者阵营之所以会分裂，是因为当时的食物已经供不起如此巨大的内耗，人们都在饥饿当中苦苦挣扎。长期以往下去，一部分人为了生存，为了食物，自然会迫不得已加入未知的行列。他们确实做了很多有损人道的事情，但是你今天就算把他杀了，明天还会有王天武、李天武，那我就将他们都杀了。那么恭喜你，未知也是这么想的。未知的目的就是要以最低的战损，彻底将人类抹除在这个世界。他们以食物为诱饵，将那些饥饿当中的人招揽至他们麾下，就是想让你们自相残杀。
闻言，黄忠实眉头紧锁，就连一旁的赵天武也陷入了沉思当中。从末世降临以来，你们杀了多少杀戮者，又折损了多少杀伐者？但未知呢？你们又消灭了极致，归根结底都是人类自己人打自己人吧？黄忠实心里莫名的升起一丝寒意，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就算如此，我们也没有能力去阻止。先不说未知强悍莫测的实力，单说他们身上那种天生强大的隐匿能力，就让我们无从下手。虽然上次的冥魂烛能让未知现身，但毕竟距离有限，而且最关键的是太贵了。你找不到他们，并不代表我也找不到。对呀，我怎么把这位也给忘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做不到的事情，只要你有钱，你就能获得一切你想要的东西。别说找几只未知，就算是未知的老巢，我也能直接告诉你，只不过你付不起那个报酬。自己要不是见识过小老板的手段，定然会直接拍案离席，觉得他在吹牛，还傻也知道我今天内裤啥颜色，你知道吗？李奶奶的，这老小子竟然敢质疑我！查询附近最近的未知，系统查询到10公里内有2只未知。瑞奇选择了占尽未知的坐标地，他认为黄忠实身为极境强者，自然能做到轻易击杀。而且这一单生意他不在乎挣多少钱，他要的是用这条信息撬开杀伐者的钱包。5000块，我告诉你一只占尽未知的藏身之处。如果这条消息准确，5000块不多，杀了那只占尽未知，自己也能获得1万块的赏金。不过他是如何知道未知藏身之地的？但黄忠实也没纠结多久，迅速就将5000块划到了瑞奇的账户上。随后就在准备离开时，却被瑞奇的一句话差点惊出了一口老血。老黄，一把年纪了，蜡笔小新的内裤还是要少穿呢。队长，小芳他们牺牲了。他们是这座城市的英雄，未知的肃清计划向来没有失败过，但这一次我们守住了。队长，你不觉得奇怪吗？明明杀戮者已经胜券在握，为什么最后竟然都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尤其是那支占尽杀戮者小队，中途似乎接到了什么命令，离开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我不信他们会突发善心，而且他们怎么可能放弃那名双属性觉醒者？确实有些不对劲。对了，小老板愿意收留那名少女吗？不愿意，所以我留下了500块钱。一个实力强大的饮食高人，为什么偏偏对于钱财如此痴迷？而且他有那么多食物在身上，要那么多钱有啥用？数着玩吗？就在二人交谈之际，黄忠实回来了。教官，你没事真的太好了。那名极境杀戮者呢？他被小老板留下了。老板留一名杀戮者干嘛？老板的心思我也无法揣测，但是赵天武我们动不了了。教官，你说老板会不会真的是杀戮者阵营的人？不可能。随后他将一道精神力传入了两人的脑海。这条消息就是他给我的。老板怎么会知道未知的消息？也许我们所有人都低估了老板的实力。是这里吗？如果信息无误，就是这里了。怎么可能？你怎么能发现我的位置？此时黄忠实浑身杀机弥漫，对杀戮者的所有怨恨都转移到了他身上。感受到黄忠实身上强悍的力量，独眼怪物心中没有一丝战意，开始仓皇地向四周逃跑。可恶，空间居然被封锁了。这怪物打起来容易，就是找起来太麻烦了。也许以后就不会这么麻烦了。有小老板在，确实简单了不少。当然，我们得准备好钱，先回庇护所吧，把这次的战损和总部汇报一下。一连几天过去，瑞奇终于凑齐了5万块钱。不知道这一次升级，我的无敌领域能提升到什么地步？升级成功！您当前的余额为1534元，下一次升级所需金额为30万元，奖励无敌时刻1小时。顾名思义，也就是说，在这1小时之内，就算是自己脱离了无敌领域的范围，也不用惧怕任何人，妥妥的装叉神器啊！就是不够持久。瑞奇满意的退出超市系统，他身上散发出无数道闪电，瞬间向四面八方蔓延出去，最后在1000米的位置停了下来。这次居然提升了这么多，看来无敌领域越到后期提升效果越明显啊！如果能将整个地球全部覆盖在其中的话，嘿嘿嘿。在此期间，蓝氏的庇护所内来了5个人，3名战境，2名极境，他们是杀伐者阵营的分支，机动部队。为首的是一名年纪轻轻的天才少年白浩，年仅20岁的极境强者，还是一名风属性觉醒者。黄忠实呢？黄教官几天前去了总部，算下时间应该快回来了。好你个黄忠实，明知道本少这几天会来，竟敢如此怠慢。从小就在赞美与奉承中长大的他，从来只有他冷落别人的份，将心中的不满压下后，他的目光扫视着面前的队员。好漂亮的女人！自己身为机动战队的队长，辗转过许多的城市，也见过无数杀伐者，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与眼前的这个女子相比。感受到白浩那肆无忌惮的目光后，楚然眉头不由得皱了皱，但碍于对方的身份，他也不敢甩身离开。我听说你们发现了一名双属性觉醒者，将他带过来吧。白队，这名双属性觉醒者现在不在庇护所内。不在庇护所？那他在哪里？昨天情况危急，为了避免他落入杀戮者的手中，我们将他留在了一个超市老板那里。如此重要的人物，你们竟然敢将他留在庇护所外面？如果被杀戮者找到，我们将来就会多一个起码是圣境的强敌，你们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莫云张了张嘴，但最后还是没有选择继续开口，因为他不敢保证。冷，你说什么？我说，如果杀戮者能从他的手上抢走这个少女，我愿意接受总部任何处罚。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凭他答应过我，在我没去之前，他会保护这名少女。好一个狂妄的超市老板，他以为他是谁？一个双属性觉醒者的价值足以让杀戮者出动超凡境，甚至是圣境的强者前来。你觉得你口中的超市老板有实力保护他的安全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虽然爱钱，但是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全部都可以兑现。不知不觉间，瑞奇在楚然的心里已经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存在。那我就亲自看看你说的那个老板究竟有多大的能耐。5、6、7、8、9，顺子。老板，5、6、7、9，哪有8呀？闻言，瑞奇却是脸不红心不跳的，从下面的牌中找出一张8。这不是吗？哥，那个是我出的。咦，是吗？那我的8呢？这老板也太坑人了，这一上午耍了各种手段，要不是自己火眼金睛，恐怕早赔的胖子都不剩。提示，对老板不满，绩效扣5分。我操，居然忘了还有这茬。提示，辱骂老板，绩效扣除5分。老板别找了，有8，全是8。哈哈，我就说嘛，我怎么可能作弊呢？是你没有作弊，你这是明着演。正在这时，旁边走来5名青年。你就是那名双属性觉醒者吗？炸弹。你的职责应该是加入杀伐者阵营，而不是在这里跟这些无聊的人玩一些无聊的游戏。你谁呀？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轮得着你来管我吗？这人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上来就指点江山，还敢说我哥竟然是无聊的人？孰能忍，小小不能忍。小小年纪，脾气还不小，等你到了杀伐者阵营，自然会明白你该干什么，把他带走。又来几个不知喜活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说哟？杀戮者。如果能将这个极境杀戮者消灭，可是大功一件啊！再加上这个双属性觉醒者，到时候总部必然少不了对自己的嘉奖，说不定还可以借此机会成功跻身到编号前20的机动战队当中，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动手！你们愣着干什么？动手啊！嘎了他！过来就要抢我妹妹，还要嘎我的人，是谁给你的胆子？是你搞的鬼！没错，是我。你想怎么样？又能怎么样？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与一名杀戮者同处一屋，会按照杀戮者的罪名处以极刑。但是如果你将他们2人交给我，我可以向总部求情，放你一条生路。我是个商人，你想带人走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别说他们2人，就算是我都可以跟你走。多少钱？200万，一人200万。多少？200万，还是一个人？100万我都可以请一名圣境强者出手。你觉得你可以在圣境之威下活下来吗？你在威胁我？如果你觉得圣境能救你的命，你大可一试。老板手下留情。看来自己还是来晚了一步，他涉世未深，冲撞了老板，还请老板念在他是初犯，饶他一命。如果你们杀伐者都是这种鼻孔朝天的蠢货，守护人类的大旗扛在你们肩上，是不是有点可笑？黄忠实听得冷汗直下，他就担心瑞奇会因此对他们杀伐者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现在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该死的白号，老子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良好印象，全被你这个小王八蛋毁了。你嘚瑟个屁呀！极境很牛吗？有个超凡境的三叔很了不起吗？在老板面前，你三叔但凡能蹦出个屁，老子都算他是英雄好汉。老板消消气，杀伐者自始至终都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只不过一些年轻人心浮气躁，没经历过挫折，我带他向老板赔个不是。闻言，瑞奇表情一缓，老黄说的话他还是爱听的。你敢干我？你丫的！闭上你的嘴！黄忠实，你他妈敢打我？我是在救你，如果你不想干，最好闭嘴。多谢老板手下留情，回去之后我一定好好的教育他。回去，我只是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一命，但是并没有说他可以离开这里。老黄啊，你是不知道这位兄弟凶得很呢，他一进门就想抢我的妹妹，还想嘎我的员工。如果不是我拼死抵抗，恐怕你已经看不到我了。神特么拼死抵抗，你没把他捏洗都算你力度掌握好了。老板说的是，不如这样，我向总部申请一笔钱，就当是给令妹的精神损失费，你看如何？上道，绝对上道，还得是老黄啊！既然你都开口了，我也不能抹了你的面子，你就随便申请个10万块钱吧，你说呢，小小？哥，你做主就行，我刚才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这两货不会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吧？没问题，就10万。我觉得你留在老板身边更合适。谢谢姐姐。还有，老板，你真帅！他刚才是不是在调戏我？涨价，必须涨价，下次他再来买东西，调价20%。真是畜生啊！随后，瑞奇看着处在地上的白浩，直接挥手将他丢进了系统空间。至于系统的秘密，等白浩离开的时候，他自然会抹除记忆。来吧，是时候让你俩见一见你们的二老板了。小卖铺竟然还有二老板！狗爷展示。小子，你这几天貌似很想吃狗肉啊！你能不能管管那个小丫头啊？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我就变成细狗了。明明那个小丫头是看上了瑞奇，但是为什么要折腾我呢？谁家的狗一天6、8次啊？你不就是喜欢人家的大长腿吗？叶小小敢笑，赵天武却不敢，因为他的绩效分都快被扣光了。放屁！我什么时候说喜欢他的大长腿了？
那你为啥每次都把你的狗头放在他的腿上？那是因为我头大，来，不行吗？就在这时，两道身影出现在了瑞奇的领域之中。来了，老板，这位是杀伐者阵营的教习，白红羽，白浩的参数超凡境。他的话极其简略，是介绍，同样也是在提醒瑞奇。瑞奇听了暗自点头，心中对黄忠实的好感又添了几分。阁下真是好手段啊！自保而已，你这么做就不怕得罪整个杀伐者阵营吗？来之前自己可是千叮咛万嘱咐的，千万不要得罪老板。白红羽也是爽快的答应，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兴师问罪吗？白教习，你。黄教官，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杀伐者的职责是为了守护人类的火种，所有对于人类不利的因素我们都应该铲除。他既然敢收留杀戮者，就说明与我们不是一条心。为了不让他日后受到杀戮者的蛊惑而临阵倒戈，我们要做的不是妥协，而是击杀。我承认你的天赋不错，但是很可惜，你选错了路。你错就错在不该自负到认为杀伐者会向你低头。看来你今天不是来赎人的，对吗？人我当然要带走，但是钱不能给你，而你也要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白教习，万万不可呀！老板自始至终都没有站在我们的对立面，甚至这次的肃清计划，老板不仅提供了未知的信息，还出手消灭了不少杀戮者。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在设陷阱，将一些微不足道的信息传递给你？其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杀伐者的信任，否则他怎么能清楚地知道未知的藏匿地点？黄忠实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反驳，但片刻后他再次开口。但是我们不能仅凭猜测就轻易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和那些杀戮者又有什么区别？你在教训我吗？如此百般阻拦，难不成你也被杀戮者蛊惑了不成？黄忠实心中悲愤不已，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种结果。如果你非嘎他不可，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很好，既然你决定与他同流合污，那我就以叛军之罪连你一起嘎了。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挡下我的攻击？这势如破竹的长枪竟然被我挡了下来，那可是超凡境强者的全力一击，而且还动用了禁忌，就算是10个自己，也绝对是一枪毙命的结果。突然，他的头猛然间抬起，缓缓地看向了身后的瑞奇。我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在我的小卖铺动手，更何况是你这只异类。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堂堂杀伐者24教习，你竟然敢说我是异类？你并非是怕我加入杀戮者而对我动手，相反，逼我加入杀戮者才是你此行的目的，我说的对吗？一派胡言，逼你加入杀戮者，对我乃至整个杀伐者阵营有什么好处？对杀伐者阵营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对你好处可就大了。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就凭我能找到你们的藏身地点，就这一个理由就足以让你冒险来嘎我。如果把我嘎了，一了百了；如果没有，那么老黄同志也绝对活不到明天。到时候你会将他的喜推在我身上，然后我就会被杀伐者阵营通缉追杀，走投无路之下，只有加入杀戮者这一条活路。我分析的对吗？令人作呕的独眼怪物先生，老板，你是说他是未知？你身上不是还有一只冥魂烛吗？一试便知。黄忠实，难道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也不相信我吗？姐，很好，没想到连超凡境都无法在你面前遁形，那就更不能让你活着离开了。虽然你们长得难看了一点，但不得不说智商还是在线的，难怪能在短时间内占领人类90%的领地。但是你好像没有搞清楚状况，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超凡境了？老黄同志，一个超凡境的位置能获得多少赏金？起码20万。看在你刚才拼死护我的份上，我送你一颗超凡境未知的头颅。速度还挺快，不过很可惜，这是我的领域。好恐怖的威压，身体居然动不了了。对于老板的实力，我们从战境一直猜到了超凡境，但是如今你奶奶的，他到底是什么境界的怪物？老黄同志，拿去领赏吧。老板，未知是你嘎的，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不如这样，功勋值对老板无用，我老黄就厚着脸皮收下了，至于赏金全部都归老板所有，如何？钱对自己来说重要吗？非常重要，但却远远比不上老板这根大腿重要。对于黄忠实心中所想，瑞奇一清二楚，但这段时间老黄的行为已经得到了他的认可。好，钱我收下，这个就当做赠礼免费送给你，多谢老板。里面的内容是几只未知的藏身地点，瑞奇也是从这一只未知的身上得知的，不属于系统之物，所以他可以随便赠予。老板，那白浩的，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今天就饶了他。
一路上，白浩跟在黄忠实身后想了很多，最后决定留在黄忠实身边。不仅是因为目前庇护所战力不够，更是因为黄忠实貌似和老板关系挺好。不得不说，他还算挺聪明的。不过下一秒他又开始犯蠢了。对了，黄哥，有件事我想问你一下。什么事？我想问问，咱庇护所那个美的冒泡的女子结婚了吗？你说楚然呢？她单身。Nice。黄哥，我想追她。你确定？我今年20岁，已经是极境的强者，而且还是机动小队的队长，难道这还不够吗？如果这丫头爱慕的是老板，你觉得你还有资格吗？方哥，我觉得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要以守护人类为第一信念，感情的事还是先放一放吧。存款17万了，如果再加上那只超凡境未知的赏金，我的无敌领域就能够再一次提升。此时，一处大楼前站着几十名杀伐者成员，他们是庇护所内全部的力量。方哥，你怎么知道肃清计划是在今天？杀戮者既然能在我们中间安插奸细，我们也同样可以在他们之中安排眼线。根据可靠线报，今晚10点就是肃清行动的开始。黄教官知道对方的战力吗？能够获得肃清计划的时间已经极为不易，至于对方会出动多少人马，暂时无法探清。黄忠实的话让众人心中一沉，这种敌暗我在明的处境，让他们心头都笼罩了一层无形的压力。感受到周围压抑的气氛，黄忠实心念一动。兄弟们，我知道你们心里有压力，我也一样，但你们守护的是身后的万千同胞，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是我们人类最后的希望。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而退缩，如何对得起100年来死去的那些先烈？无论今天的战斗有多艰难，我们都势必要站在他们面前。黄忠实声音如钟，仿佛一记重锤落在了所有人的心里，包括白浩在内的所有杀伐者队员，眼中蕴含着熊熊烈火，身上的气息也开始节节攀升。这一刻，他们的战役已经到达了巅峰。好，你以为将他们的士气提升到巅峰，就能挡得住我们杀戮者大军了？没想到魏之竟然出动了如此多的杀戮者，数量起码是我方的数倍，其中还有3名极境。你的演讲完了吗？如果没有，我可以再给你几分钟的时间。你的赏金，本少爷要定了。黄忠实以及另外1名极境队员见状，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分别向着其余的2人极境杀戮者去，战斗一触即发。由于敌我数量悬殊，片刻后我方已经出现了伤亡。你的对手是我，对方和自己实力相当，如果继续纠缠下去，大楼随时有被攻破的。白浩，帮我拖住他1分钟的时间。能不能将你们斩杀我不知道，但是拖住你们1分钟，对本少爷来说毫无压力。你在干什么？疯了吗？结。未知竟还是1名极境未知。姐，过了今晚，这座城市将完全被黑暗笼罩。放弃吧，如果你愿意为王座效命，我可以考虑给你一条活路。一个畜生不如的东西，让我给你们卖命！想进入大楼，先过老子这一步！黄忠实强忍着身上的冷，率先向着极境未知发起进兵。燃烧精神力，我看你能坚持多久？难道真的要走到那一步了吗？楚然。教官，这次的肃清计划，我们怕是守不住了。最后一步由你来完成。说完，黄忠实从怀中摸出1瓶药水，郑重地放在了楚然的手上。一瞬间，楚然的脸上出现了无数复杂的情绪。作为杀伐者的一员，他明白手中那瓶药水代表着什么。只要他将手中的这瓶药水洒进大楼内，大楼中的所有人都会在极短时间内心跳停止，这是那些普通人最好的归宿。否则，一旦他们被未知侵入，将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因为未知不吞噬死物。不，一定还有办法，他们不该死，我要救他们，我一定要救他们。随后，楚然的身影消失了，不过他去的方向却不是身后的大楼。老板，求你救救那些普通人！正在看书的瑞奇被突然闯进来的楚然吓了一跳，他完全沉浸在了文字的海洋当中，根本没有留意无敌领域有人闯入。肃清计划未知惊现，黄忠实以命搏命，先起来再说。时间紧迫，请老板出手相助。外界的事情我从来都不会参与。老板，现在除了你，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末世之下，每时每刻都会有人洗去。我不是救世主，无法将所有人的命运都力挽狂澜于危难之中。但我是个生意人，只不过救他们所需的报酬，你现在付不起，所以我帮不了你。这个呆子，都什么时候了，还钱的？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臭男人！
看到楚然的心思后，瑞奇一阵无语。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十指不沾阳春水，不知柴米油盐贵。没钱我怎么给你们找位置？没钱你们连泡面都吃不上。老板，我虽然没钱，但是那些杀戮者身上肯定不少。如果你愿意出手相助，那些杀戮者身上的钱全归你，甚至连赏金都可以给你，如何？这是楚然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的请求。末世之下，人人自危，就算老板实力再强大，但谁也不愿意平白无故招惹麻烦上身。他不是圣母，有些道理他是明白的。成交。哎，那你真的答应了？你不是说不参与外界的事吗？我不参与，并不代表别人也不能参与。赵天武，小小。老板，哥，给你们一个任务，铲除所有杀戮者以及未知，搜刮收集他们身上的金钱，连一个钢镚都不能落下，听明白了吗？闻言，赵天武以及叶小小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要走，却被瑞奇叫住了。老板还有什么吩咐？瑞奇没有回答，而是直接来到系统空间内，查询提升到战境的办法，临时提升到战境7、8千块，永久提升至战境7、8万块，永久提升。与此同时，外界叶小小身上的气息正以一种恐怖的速度不断攀升，短短几秒钟，她的境界就从灵境提升至战境。卧槽！你突破了1个月不到，竟直接从灵境突破到战境，就算是双属性觉醒者也不能这么变态吧？是老板，一定是老板。此刻瑞奇在赵天武心中已经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存在，同时瑞奇又从系统中购买了一柄劲气清魂剑刃，交给了赵天武。这柄剑我留下了3道剑气，超凡境之下，挥手可灭。随后他又将上次击杀白虹宇获得的赤火长枪给了叶小小。这次是你们第一次代表我的身份外出，可不要剁了我的名头。正所谓穷家富路，自己可以天天吃泡面，但是招牌必须要立起来，杀几个小小极境都费劲巴拉的，以后谁还敢找自己做大买卖？然而瑞奇也是因为系统的限制，不能主动参与外界的一切事情，除非对方主动对他动手，但是这种机会毕竟还是太少，因此他需要一个外界的话事人，这也是当初让叶小小留在身边的原因。汤哥，我坚持不了多久了。姐，精神力枯竭了吗？我说过了，今晚这座城市必将永远笼罩在黑暗之下，耶稣都救不了你，我说的。姐，你好啊，未知大人。你是杀戮者的，叫做赵天武，正是属下。你竟然敢背叛王座！背叛？如果真要说背叛，也是我背叛了杀伐者，至于你们畜生而已。这柄剑专嘎畜生。这未知钱卡里的余额还真不少。提示：完成超市老板安排的任务，服务员绩效加1分，老板加800元。赵天武咧嘴一笑，随后将目光放在了与白浩交战的2名杀戮者身上。这2人可是他的老熟人啊！赵天武，你竟然敢对未知大人动手，你是活腻歪了不成？不仅是他，就连你们也别想活着离开。手下败将，就凭你，即便我2人有伤在身，但如果我们想走，你也留不住。回去之后，我一定会禀报未知大人，你就等着迎接未知大军的追杀吧。你们回不去了。这柄剑有古怪，不能跟他硬拼，拖住他，给我冲进大楼，速战速决！随着他的一声大喝，众多杀戮者疯狂地对着大楼发起最后的出击。冰火，不好，快撤！提示：完成超市老板安排的任务，服务员绩效加2分，老板加1600元。我去，绩效还能叠加？大哥，你不出手，他也会嘎的。我必须出手，为啥？因为我有绩效考核。教官，你没事吧？你可别嘎了呀！黄忠实艰难地睁开双眼，有气无力地说道：“丫的，你再这么摇下去，我可真就活不成了。无论如何，这次还是要谢谢你。不用谢我，我是为了完成老板安排的任务。你要谢就去谢老板吧。现在任务完成，我该回去复命了。哥，我们回来啦！老板，这是从3名极境杀戮者身上得到的。这么多，3张钱卡里面的钱加起来足足有20多。哥，还有我呢！我靠，这丫头是去抢劫了吗？瑞奇眼神一凝，顿时叶小小大展神威的景象出现在他面前。奶奶的，这也太变态了吧！这不是纯的战争机器吗？随后他回系统空间中再次升级了无敌领域，这一次他的无敌领域范围直接激增至30公里，已经能将大半个城市覆盖在内了。无敌时刻也提升到3小时。呀，在这儿啊！看来老黄同志伤得不轻啊！这不是楚然那丫头片子吗？这么晚不睡觉，晃悠啥呢？卧室下女人第一次洗澡就迎来了不速之客，可她却没有任何反应，继续褪去衣物。原来此人只是瑞奇的一缕神识，拥有无敌领域的他，如今领域范围已然能覆盖大半个城市，而瑞奇也被这春光无限的场景吓得神识瞬间溃散，回归本体。看来神识也不能随便用啊！除了楚然以外，庇护所内也有不少女子，万一哪天一不小心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自己的一世英名不就毁于一旦了？虽然别人发现不了，还是回去睡觉吧。如今超市的面积已经扩大到了将近100平米，瑞奇、赵天武、叶小小一人一个房间，狗爷自愿留在大厅的沙发上。狗爷，睡觉吧。嘿。
你干啥？你看啥呢？我看看风景，不行吗？风景咋样？好看不？风景很长，也很白。我的意思是，夜色很长，风景很美，你信不？你说呢？随后瑞奇心念一动，直接掐断了狗爷与庇护所的联系。可惜了，差一点就看到了。楚然姐，你说100多年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关于末世之前的事情，我也只是在一些书籍中看过一些片段。据说那是一个极其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鸟语花香。最重要的是，人类不用为了食物而担忧。但是这一切都被该死的未知给毁了。如果不是未知的出现，自己现在可能是一名公司的白领，也可能是一名光荣的教师，或者是一家花店的老板。无论是什么，一定比现在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要好1万倍。只是还会碰到老板吗？楚然姐，你是不是喜欢我哥？胡说，才没有，谁会喜欢一个天天就知道钱的人？你看，你脸都红了，还说不喜欢，你就别装了。恐怕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你喜欢老板的事实，只不过他们没有捅破而已。我只是欣赏他的实力而已。对，就是实力。大姐，你欣赏实力，至于一天来小卖铺8趟。再说了，你欣赏他的实力，你衣服换那么勤快干嘛？话说你到底有多少衣服啊？从我见你第一面起，你都换了有88套衣服了，其中清纯风15套，休闲风13套，职业装20套，御姐装40套，其中皮衣12次，黑丝38次。我明白了，我哥喜欢黑丝。停，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怎么这么八卦？看我不将你的屁股打烂了！就在二人追逐打闹之际，街道上缓缓走来2道人影。你们是谁？两位不用紧张，我们不是坏人，只是路过此地有些饿了，想找个地方歇歇脚。露出手臂，我需要验明你们的身份。不是杀戮者，每一名杀戮者胳膊上都会存在一只树眼印记，这种印记无法隐藏，更无法抹除。随后楚然从身上取出明魂烛点燃，如今蓝氏庇护所内几乎是人手一只。也不是未知，很抱歉，如今那群该死的杀戮者横行，我们不得不如此小心。无妨，杀戮者确实该死。你们是饿了吗？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可以满足你们的心愿，只不过你们有钱吗？有一点。那就好，那个家伙只认钱，跟我走吧。老板，我给你带回来2个客人。嘿嘿，随便出去遛个弯就能给你带来生意，我是不是很厉害？你确实很厉害，岂止是厉害，简直就是牛爆了，真是无知者无畏啊！我查过了，他们不是杀戮者，也不是未知，可能就是2个路过的普通人。你轻点宰。姑奶奶，你能活到现在真是个奇迹。您就是老板，如假包换。看到这么多美食，还真是有点饿了。哇！还有牛排，只要你有钱，你可以吃到任何你想吃的。如果可以的话，给我来1盘饺子，猪肉大葱馅儿的。可以，2000块。2000块。疯了吧？你怎么不去抢呢？我让你轻点宰，你这是直接拿刀砍啊！好，2000块换1盘饺子，太值了。太久了，久到我都已经忘记了这种味道。白袍青年一边吃着水饺，一边自顾自地说着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当然，除了瑞奇。老板，有酒吗？有，1万块。好爽，饺子配酒，越喝越有。此时楚然早已经无力地瘫坐在沙发上，他觉得这个世界疯了。这不是纯大冤种吗？一顿饭15000块就这么没了，烧的吧？本来自己还好心让老板轻点宰，现在看来都多余了。这种骚包活该他们碰到老板，哼！随后楚然带着一丝仇富心理，愤愤地离开了小卖铺。老板，陪我喝一杯如何？可以，不过酒钱要算你的。那是自然。这2次守城应该都与老板有关系吧？白袍青年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让赵天武和叶小小脸色同时一变。尤其是赵天武，从白袍青年进门开始，他就觉得这个人似乎在哪里见过。这种小事不应该是你关心的吧？你知道我是谁？以你的身份，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如果被杀伐者知道，恐怕他们就算是倾巢而出，也要势必将你留下。白袍青年紧紧盯着瑞奇的双眼，但是在看到紫菱展露实力后，对方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后，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你是如何知道我身份的？500万，我可以告诉你答案。白袍青年沉默不语，他从来没有如此被动过，也从来没有人能将他逼到这种地步。算了，在我眼里，我的身份还不如这盘饺子珍贵。这段时间未知的藏匿地点被人频频发现，想必也是阁下的手段。我只是一个商人，既然有人出钱，我岂有不赚的道理？那如果有人要买我命，阁下会不会卖呢？当然，凭你的身份，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哼，既然如此，我就先杀了你。再向前一步，你必喜无疑。如果是我呢？你也一样。紫菱，退下。对方明明知道我的身份，但还是依旧表现得如此云淡风轻，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小卖铺的老板要么是个傻子，要么就是根本不屌自己。他既然知道你的身份，以后必是隐患。你这一步踏出，可能连我都救不了你。在一个神境巅峰强者面前展露杀机，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神境对面这个看着人畜无害的青年，竟然是神境强者。是我唐突了，我自罚3杯。李关奇。
瑞奇。而此时站在一旁的赵天武，在听到李冠奇3个字的时候，瞳孔急速的收缩，内心中泛起了惊涛骇浪，心中那一道模糊的身影瞬间与面前的人重合。你是李冠奇？你认识我？赵天武顿时语塞，眼前之人他也是仅见过画像，但是李冠奇这3个字，在杀戮者阵营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他以前是一名杀戮者。原来如此，你不用曲解，杀戮者的事一直都是东凌云在操作，我从不过问。至于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对我而言也无关紧要。当然，如果你还想回杀戮者阵营，我可以看在老板的面子上，不让他们追究你的责任。赵天武现在是欲哭无泪，这个话茬给他1万个胆子他都不敢接，说不想回，抹了李冠奇的面子；说想回，瑞奇抹了他的脖子。小李子，你不厚道啊！你这样当着我的面挖墙脚，是不是皮痒了？原来他现在是老板的人了，那就当我没说。小李子皮痒了。你说你不在南方好好待着，跑北方来干什么？北方可是杀伐者的聚集地，你嫌命长了？我来此就是想看看能让二哥连续2次碰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现在看来他败得不冤，难道你就不想给你二哥找回场子？比如嘎了我，万一你成功了呢？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遗憾？难道你真想让我嘎你？当然，你对我动手，我就有理由嘎了你，然后把你抢光了。你堂堂神境巅峰强者，难道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吗？这老六，我真的服了。我可不上你的当，你越这样说我越没有把握。不如这样，等我哪天有把握了，我再嘎你，如何？成交。今天真是开了眼了，难道这就是绝世强者之间的风范吗？这种事情都能在桌面上摊开想。正在这时，黄忠实一脸兴奋地走了进来。老板，赏金到了。哈哈，今天有客人呢。瑞奇没有回答，只是用古怪的眼神看着黄忠实。2位看着不像是本地人呢。我俩只是路过此地，实在是太饿了，幸亏遇到了老板。原来是这样，不过你们真走运，老板人很好的。老板，这是那只超凡境未知的赏金20万。老黄同志，看来这一次你收获颇丰啊。此前，黄忠实和白浩曾在肃清计划结束后，向老板买了8只未知的情报，一趟下来2人平均赚了15万。还得多谢老板提供的未知信息，不然这些鬼东西还真不好找。还有那些王八蛋杀戮者，如果这一趟不是我准备充分，好几次都差点着了他们的当。好好的人不当，偏偏要去给未知当一条狗，与虎谋皮，早晚有一天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老黄同志，想不想一夜暴富？当然想，我有杀戮者手做的所有信息，只要你能向总部申请1个亿，我就可以告诉你他现在的位置。你想想，一旦你们将他击杀，你就是最大的功臣，到时候获得的赏金，别说是区超凡境，就算是直接提升到圣境，也是绰绰有余。机会难得，考虑考虑。此话一出，顿时震惊了所有人。李冠奇更是瞪大了双眼，心中1万只羊驼奔腾而过。就这么当着我的面把我卖了？老板说笑了，先不说我没有1个亿，就算是和总部申请，也绝对批不下来。杀戮者首座，那可是人类巅峰战力，就算是知道他在哪，又能怎么样？他的身边一定强者无数，恐怕就算是杀伐者全军出动，也没把握将他击杀。老板，这个买卖我做不了，那太可惜了。随后，黄忠实和众人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小卖铺。老板，你还真是说到做到啊！可惜你这块蛋糕太大，如今的杀伐者还吃不下。老板手段通天，这世界所有的东西对你来说唾手可得，为什么偏偏执迷于钱财呢？小李子，这你就不懂了吧？人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和欲望。如果没有了追求，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了欲望，人就是一具行走的腐肉。就连那些独眼怪物都在努力向着2级文明进化，更何况我们这些刚刚踏入1级文明的人类呢？你说是不是？闻言，李冠奇顿时浑身一震，眼神中第一次出现了惊骇的神色。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我无所不知，高深莫测，这是瑞奇带给李冠奇最直观的感受。虽然这信息是从李冠奇心中得知的，但他内心的深处居然还有一团迷雾，就算是自己都没办法直接看透。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向系统查询他身上的秘密，竟然需要10亿。既然老板知道了2级文明的事，那可知道未知降临的原因吗？闻言，瑞奇心念一动，从系统那花了100万获取了未知降临的简略信息。300万，我告诉你。李冠奇二话不说，300万直接划入了瑞奇的账户。这才是大手笔啊！我宣布，从此你成功取代了黄忠实，成为我新的榜一大哥了。未知原本是另一个星球的2级文明生物，但是在100多年前，他们的领域遭受到了另一种2级文明生物的侵入。在经过漫长的战争以后，未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进行集体迁移。利用空间跳跃的能力，他们最终来到了地球。只不过漫长的战争让他们大伤元气，再加上空间穿梭造成的巨大损耗，他们的文明等级开始倒退，最后从2级文明变成了现在的1.5级文明。也正因如此，人类才得以苟延残喘的存活下来。否则面对一个可以完全掌握恒星能量的2级文明，人类将没有丝毫的胜算。原来是物种入侵，但是一定要清除掉所有人类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我们自己的古话，但是对未知而言，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这次出行能够遇见老板，也算是不虚此行了。饺子也吃了，酒也喝了，我就不多打扰了，改日再来拜访。李冠奇2人离开后，瑞奇支开了赵天武和叶小小。苟延，我有件事情要问你。什么事？如果无敌领域对上真正的2级文明生物，还能不能做到无敌？就这事，这不重要吗？如果无敌领域无法压制2级文明生物，那我如今在未知身上装的备，到时候不得10倍100倍的还回来？你知不知道宇宙超市上空的星辰都代表了什么？
它们代表着诸天万域、百万时空一切的规则、本源、力量形态都逃脱不了系统空间的制裁。2级文明，就算现在有个10级文明站在你面前，你想将它搓圆就搓圆，想捏扁就捏扁。什么是无敌领域？闹呢？我操，这么牛吗？这不就是100多年前修仙小说中描述的天道吗？天道那是什么垃圾？等你以后将无敌领域升级到一定等级，你就会知道，小小天道如同草芥。无敌吗？那就一直无敌下去吧。不过这样看来，钱啊，我太他妈缺钱了。紫菱，你知道吗？在100多年前，有一种生物叫做老鼠，它们肮脏而渺小。人类有无数种方法能够灭杀这些低等级的生物，但最后还是选择养了猫，因为它们怕脏、嫌恶心，不愿意亲自动手。在未知面前，人类就是老鼠，而我们就是那只猫。一旦有一天老鼠被清除干净，猫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也是我为什么从不参与杀戮者计划的原因。闻言，紫菱张了张嘴，但还是没有选择继续开口。你是想说，我为什么明明知道是这种后果，还依然没有阻止东凌云他们的行动，对吗？猫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能够抓老鼠，一旦失去了这种能力，位置必然会以雷霆手段亲自出手。如果这样的话，你觉得人类能坚持多长时间？1个月还是1年？所以这是你的缓兵之计。是啊，但是很可惜，100多年过去了，人类还是没有丝毫的胜算。可是你做的一切都不会有人知道，你也一定会背上千古骂名。骂名？如果真的能够换来一片蓝天，这个锅我李关齐背了又如何？难道真的没办法改变结局了吗？以前没有，现在嘛，不一定了。你是说那个小卖铺的老板有能力改变结局？李关齐没有回答他，但此时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100多年了，他本来已经绝望，但瑞奇的出现让他的内心当中又重新燃起一丝希望。从今天开始，所有杀戮者获得的金钱全部上交1成。不，2成。你要钱干什么？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个贪财的老板，在他眼里没有身份高低，也没有阵营之分，只要有钱，就算是个小小极境都能跟他称兄道弟。如果没钱，就算是我这个神境巅峰，也屁都不算。短暂的接触后，瑞奇贪财的标签算是深深的烙印在他心里了。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蓝氏黄忠市，一名圣境杀戮者正在前往蓝氏的路上，预计10分钟之后抵达。速撤！速撤！杀伐者和杀戮者的圣境强者不是都在中区战场相互制约吗？怎么会来北区呢？这么大的一条漏网之鱼，难道总部就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吗？他们在和我们打时间差。当总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名圣境杀戮者已经在路上了。我们费尽了一名圣境强者赶过去，也要半个小时。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信息总是比杀戮者慢一步？你们知不知道这20分钟足以让那名圣境杀戮者夷平整座城市？我怀疑我们高层有……这不是我们能够揣测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将损失降到最低，否则一旦那名圣境杀戮者降临，所有人都会死。我知道了。全体集合。很快，不到1分钟的时间，所有人已经站在黄忠实面前。危机情报：一名圣境杀戮者正在赶来蓝氏的路上。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10分钟之内带领普通人安全的撤离。庞哥，消息准确吗？10分钟根本不可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撤离。无论消息是否准确，我们都不能拿命做赌注。教官，要不我们去找一下老板，万一他有解决的办法呢？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依仗老板，有些事情终归还是需要我们自己面对。而且一旦老板没办法应对圣境强者，那就会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他对我们不错，我们也不能害他。全体都有，所有物资全部舍弃，每人带领3名普通人迅速撤离。那剩下的人呢？黄忠实眼中闪过一丝哀伤，没有开口，但是所有人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没有人再迟疑，众人展开身形，向着旁边的大楼疾驰而去。现在时间就是生命，但是就在这时，天空中蓦然间传来一阵强大的精神力波动。杀戮者18执行官之一，告诉我，你们是如何在肃清计划下活下来的？面对这来自灵魂的威压，这名杀伐者却还是紧咬着牙一声不吭。告诉我，你们是如何在肃清计划下活下来的？不说死！去你的！老子就算是死，也绝不当叛徒。住手！极境，看样子你应该是他们的教官了。那你告诉我，到底是谁参与了这次的肃清境？否则凭你们几个绝对不可能活到今天。如果你不说，我会让你看着这些人一个一个死在你面前。还不说是吗？很好，那我就当着你的面将他们全杀了，最后再将那些普通人交给未知大人。这么多新鲜的血肉，想必未知大人一定会很喜欢。要先杀谁呢？这么好看的美人死了还真是可惜了。此时的楚然只是惨笑一声，缓缓闭上了双眼。面对圣境级别的强者，他任何的反抗都是徒劳。也不知道那个钱现在在干嘛呢？这么晚了，他应该早就睡了吧？以后就见不到了。他应该不会忘了我吧？狗爷，你看到了吗？是他先对我动手的。瑞奇，你个王八蛋，你又给我卡 bug。看你说的，
这怎么能叫卡 bug 呢？这是利用系统规则获取利益最大化。狗爷无言以对。其实他恼怒的不是瑞奇利用系统 bug 出手相助，而是他在瑞奇面前一直都号称是古往今来第一系统，可就这还是被瑞奇找到了漏洞所在，这让他颜面何存？地兽，依你姥姥个头，老子是神兽，不，老子是天下第一兽。你个傻叉，你杀谁不好，非挑个最难杀的。这小丫头片子是他的老相好，能让你这么轻易杀了吗？下面100多号人，你特么都能将作死的几率提升到100%，老子真是服了你。难道自己表现的这么明显吗？连狗都看出来了吗？现在异兽的灵智都这么高了吗？一只变异的小畜生，等下先把你的舌头割掉，再把你的牙齿拔光，看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牙尖嘴利。你骂我什么？瑞奇眼神杀机一闪，虽然他经常与狗爷吵架抬杠，但是并不代表别人也可以。正当他要动手将短发中年人抹杀时，却被一只狗爪拦了下来。这事儿大了，你别管，这次我来。整个宇宙中，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在我面前放肆。你记住，我就算是一条狗，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狗爷威武！瑞奇鼓掌叫好，只有他明白，狗爷刚才是真的生气了。靠啊！老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就连身边的一条狗都这么强悍，圣境强者一巴掌就给拍死了。而此时最害怕的还是楚然，他想到自己以前遛狗的场景，浑身就止不住的颤抖。狗爷，对不起，我以前不知道你自己不会被一巴掌拍死吧？算了，你是他的老相好，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靠，你还能不能干点正事？刚才那个圣境身上的钱呢？这儿呢。1160万，奶奶的，果然实力越强钱越多。老黄同志，这些钱归我，你没有意见吧？老板，这些钱本就应该是你的，而且这个圣境杀戮者的赏金，我择日一定亲自送过去。楚然看着瑞奇离去的方向，眼神中浮现出一丝黯然。瑞奇的实力越强，与他的距离就越远。他与瑞奇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挥手间圣境可灭，一个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灵境杀伐者队员。现在自己账户里面足足有1410万，哈哈哈，花不完，根本花不完。瑞奇，你到底喜不喜欢楚然那个小丫头片子？你别逼我在最快乐的时候升级成功，目前无敌领域范围提升至800公里，您当前的余额为1110万元，下一次升级所需金额为5000万元，奖励获得免费查询1次的机会。不错，800公里相当于一个省了，不过下一次升级居然需要5000万，靠啊，不够花呀，根本不够花。早上好，老板。老黄同志，你这次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老板，我想请你去一趟杀伐者总部，准确来说是总部想邀请你。昨天夜里，黄忠实已经将发生的一切都汇报给了总部，总部了解后都大为震惊。可以，老板，你答应了500万。闻言，黄忠实苦笑一声：老板，你怎么每次都能算我一错呀？总部批下来的经费正好是500万。哈哈，天机不可泄露，过2天我们就出发吧。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第一次踏入京城杀伐者总部的瑞奇就大开了杀戒。老板，我们到了。这是京城杀伐者的总部大楼，整栋大楼一共99层，办公的楼层越高，代表着身份实力越强大。在黄忠实的带领下，两人一直来到了88层的一间办公室门口。老板，您请进吧，这不是我一个小小教习可以停留的，我先告退了。想必您就是那位击杀圣境杀戮者的老板了。今日一见，果然是一表人才，请坐。可瑞奇的这一坐，却让旁边的几个人眼神微微一凝，尤其是瑞奇对面的一名容貌姣好的妇人，她的脸上已经浮现出一丝不满，因为瑞奇坐的地方是主位，但这位开口的老者并没有丝毫介意。这次还要多谢老板出手相助，否则神州大地将会有多数百个亡魂，各取所需罢了。其实我们这一次请老板来，是想让老板加入杀伐者阵营。老板应该也知道，我们与未知之间实力相差悬殊，最终获胜的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但是如果老板愿意加入杀伐者，凭你可以探知未知所在的神奇能力，一定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助力。来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给自己扣上一个救世主的高帽，最后7个圣境强者围坐4周，形成一种无形的威压。说实话，如果是一般圣境，甚至是神境强者，在这种环境下都会感到一丝压力。只不过他们并没有找对人，我跟老黄同志已经解释过了，我只是一个商人，从不参与外界的任何事情，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赚钱。其实说实话，我之所以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完全是因为你们愿意出钱。请注意你说话的语气，这里可不是蓝市，就算你杀了一名圣境杀戮者，也不能成为你嚣张的资格。这婆娘从自己进门开始就一脸不善，林奶奶的，老子是欠你钱了还是抢你老公了？哈哈，既然老板不愿意，我们自然也不能强求，但还是希望老板能够将如何探知未知的办法告知1、2，因为这对我们吹响反攻的号角起着关键性的作用。500亿，我可以告诉你们未知所有的藏身地点，甚至是他们的老巢，我也能帮你们找到。你别太过分，500亿，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作为一名觉醒者，就有义务也有责任共同抵御入侵者，而不是坐在这里漫天要价。你既然有这种能力，就应该无偿奉献出来，帮助我们一起剿灭未知。而且我听说你有很多的食物，这些都是宝贵的物资，不应该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而是应该统一交给我们来管理。
哇，不得了，不得了啊！这婆娘真是个傻叉，果然末世之下圣物才是最大的祸根。找到未知的办法，我已经给你们指明。至于报酬，现在看来你们应该是付不起。你就想这么离开吗？怎么还要管饭吗？不，我只不过想看看能够击杀圣境杀戮者的人究竟有多强的实力，能够让你如此嚣张。要不我们切磋切磋。面对妇人的突然发难，在座的所有人都是一副眼观鼻鼻关心的神态，没有任何想出手阻止的意思。呵呵，这些自称正义的人真是虚伪啊！李冠奇可比你们敞亮多了，我从不和人切磋，我出手必定生死，你只有一次机会，考虑清楚。年轻妇人眉头一皱，心里也有一些忐忑。毕竟确实有一名圣境杀戮者死在对方的手上，但他不知道的是，那名圣境仅仅只是被瑞奇养的狗一巴掌就拍死。他只认为就算是自己不敌，对方也没办法在6名圣境强者的眼皮子底下将自己击杀。就算是神境强者，也做不到瞬杀一名圣境。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嚣张的资格。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你就这点实力吗？原来是个虚有其表的冒牌货。想试探我的实力是吗？好，那我就让你们看看试探我需要付出的代价。无敌时刻开启，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雷电之力。救我！住手！阁下请高抬贵手。我提醒过你们，我出手必定生死，都醒了吧？别装了，全都给我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他不是圣境，也绝对不可能是神境。那股超脱天地的闪电之力，根本不可能是人类能够拥有的力量。阁下息怒，无论他们有什么怠慢的地方，请暂时饶他们一命。等到这次灾难过去，如果他们还活着，我定亲自将他们带到阁下身边，任凭处置。还望阁下不计前嫌，不要因为一点小插曲而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合作。一名圣境强者的信绝对不是小插曲那么简单，只不过他现在根本不敢表现出丝毫的不满。别说圣境，就算是他在刚才那道闪电之力下，也绝对是瞬间毙命的结果。陈长青，杀伐者8守护之一，神境静气星辰符杖。不要试图探测我的底细，我不管你们是不是代表正义，如果再有下一次，我不介意将这座大楼夷为平地。你刚才说的合作，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这次请老板来，确实还有另一件事请老板帮忙。最近荒芜之地战况惨烈，一直以来我们与杀戮者之间的对抗都是处于势均力敌的局势，但是最近却突然多了一些行踪神秘、实力强大的未知身影。有了他们的加入，打破了我们与杀戮者之间相互制约的平衡，所以恳请老板出手，找出这些未知的藏身之处。我可以帮你们找到那些未知的藏身地点，但是除了你们需要支付的报酬以外，从未知身上获得的钱，我要抽1半。他就按老板的意思。查询荒芜之地未知的行踪。查询到荒芜之地共有3名圣境未知，查询3名圣境未知坐标900万，击杀3名圣境未知2500万。2000万！我告诉你，荒芜之地3名圣境未知的坐标地点，居然是3名吗？交易完成，欢迎下次光临。这老板还真是见钱眼开啊！钱一到账，马上笑容满面。陈老，此人究竟是什么级别强者？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实力绝对超过了神境。如果能让他出手对付微智的话，如果你们不想步红莲的后尘，最好收起你们的小心思。此人一看就是那种杀伐果断随性之人，什么民族大义正邪之分，在他眼里分文不值，还不如直接给钱来的实在。今天的事绝对不能外传。如何？红莲身死，蓝道明他们不是一合之敌。瑞奇第一次受邀来到人类最高权力组，就当场瞬秒1人镇压其余7名巅峰强者，然而他们却不敢有任何怨言，甚至不惜花费1000万只为买一份坐标。而瑞奇也因为这次的小插曲，第一次产生出要为人类文明做些什么的念头。如何？红莲身死，蓝道明他们不是一合之敌。红莲死了，我想阻止，但是制作这杆符杖的材料是一块星辰碎片，仅仅只是凝练成型，就差点让3名神境强者精神力枯竭，就算连我都不能在上面留下一丝痕迹，现在竟然被他折弯了。他没有对我出手，只是一道威压，但是那道威压给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天塌了！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超越神境的强者吗？有，那位未知的王座一直以来从未现身，没有人知道他的实力究竟有多强。但是在100年前黑暗降临的时候，有2人见过他的真身，那绝对是远远超过神境的存在。既然如此，他为何不选择亲自动手？如果真有一名超越神境的强者存在，这场战争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悬念。经过我这些年的推测，他们应该是因为某些原因重伤不愈，之所以会在地球潜伏100年，也是将地球当成了疗伤圣地，用人类的血
肉之躯加快他们恢复的速度。最近荒芜之地未知频繁现身，难道他们的实力已经逐渐恢复了？按现在的局势来看，应该只是恢复了一小部分。至于那位神秘的王座，他是首领，伤势应该也是最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伤势复原之前，尽快将他身边的羽翼清除干净。这就要全仰仗那名老板了。96层的要不要清除？他的命暂时先留着。这些年我亲手将一条条情报送入他的耳朵，就是为了让他将情报送到杀戮者的手中。只有这样，未知在这场战争中才能有所斩获，这场战争的时间才能被无限拉长。否则，一旦杀戮者失去了作用，未知必然会采取鱼死网破的方式，这种代价我们更加承受不起。说起来，很多人的命都是死在了我的手上，包括小齐。一旦某一天未知恢复了实力，他必然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如果100年前文明母种选择了我，该多好啊！狗爷，你欺负人！沃尼玛，难怪你俩是兄妹呢。哥，你回来啦！嘿嘿，挣了多少钱？西西，出场费500万，再加上和陈长青交易获得的1100万，还有击杀红莲得到的460万，这一趟纯赚2060万，目前余额3170万，无敌领域升级指日可待。狗爷，我要是让小小或者赵天武去清剿位置，应该不算违规吧？系统只是限制你不能主动出手，他俩属于编外人员，按理说应该不算违规。位置不是有杀伐者应付吗？我们安安心心的吃吃牛排喝喝茶，等他们自己送钱过来不好吗？意思就是直接开摆呗。摆烂有啥不好的？反正销路已经打开，以后会有源源不断的钱送进你的口袋，而且别人摆烂是因为无所谓，我们摆烂是因为无所畏惧。可以啊，现在能吐出几根象牙来了。不过这次我去杀伐者总部，得知未知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杀伐者那些人吃不掉未知这块蛋糕，再加上杀戮者在旁为虎作伥，他们更是没有一点希望。最关键的是，这些人挣钱太慢了。慢就慢呗，反正只要在无敌领域之内，你就是无敌的存在。话虽如此，但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不是说超视领域涵盖了宇宙万物吗？如果我们能将无敌领域扩散到别的星球，甚至是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那才叫财源滚滚。就算是无敌，也是需要努力的嘛。狗爷歪着脑袋仔细思考着瑞奇说的话，最后还是认同了他的观点。想想他们之前连牛排都吃不起的时候，如果不是靠着瑞奇努力向上、积极进取、开源节流、坑蒙拐骗，恐怕小卖铺早倒闭了。狗爷，你眼睛怎么红了？我昨晚没睡好，靠，老子难得感动一次，竟然被这个小丫头发现了啊！难道连她也看见我哭了？靠，你特么不会得狂犬病了吧？小小，快撤！狗爷现在想杀人的心都有了。老子感动到流泪，你是贱的飞起，那你现在想怎么干？要不直接把未知的老巢掀了算了。那不现实，虽然我们不怕，但是我们没钱啊！我已经给了杀伐者总部几个圣境未知的信息，等他们将这些未知击杀，一定还会来找我。赵天武也已经出去散播消息，相信用不了多久，分散在各地的庇护所也会知道小卖铺的存在。再加上小小他们主动出击，这样全世界的钱都会进入到我们的口袋。随后，瑞奇从系统那花费了200万帮叶小小将境界提升到了超凡境。原本他想将叶小小的境界再拉到圣境，可那4500万的费用实在是令他望而却步。这是几个超凡境未知的坐标，知道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吗？知道，一个钢爆都不能落下。瑞奇仰头看着无尽虚空，无数星辰闪烁，强弱分明，每一颗星辰都代表着一方天地，或者是一个文明。他努力地寻找着脚下这颗蔚蓝星球，但是星辰太多，斑驳了双眼，他没有找到。可能是因为地球太小了，也有可能是人类太弱了，还不足以闪耀在这个庞大的宇宙中。查询人类进入2级文明的办法。查询人类进入2级文明的办法，300万；帮助人类进入2级文明的办法，500亿。原来自己努力来努力去，到头来还是个穷辈。查询人类当中出现一名横镜，将自动升入2级文明。你能多说2句吗？要不然我心都在滴血，唱个歌也行啊。不行，300万就换来这么几个字，这要是写小说的话，不得发财啊！麻烦尊贵的系统大人帮我查询一下神境之上还有什么境界，好吗？谢谢您了。查询神境之上的境界，10万。狗系统转新了，这一次怎么这么便宜？查询到神境之上的境界，2级文明横境、元境、戴森境，3级文明。为啥后面是问号？钱不够。靠，狗系统没变，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哥，拿着160万。哥，我感觉那些丑东西似乎变得比以前强大了。虽然我依然可以瞬杀他们，但是消耗的精神力比之前大了许多。他们的实力正在逐渐恢复，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重新回到2级文明巅峰。杀伐者之所以会找我，应该也知道了现在时间紧迫，他们要在未知恢复之前，尽量多的削弱他们的力量，此消彼长，这样才能凝聚足够的力量，面对那名从未现身的王座。哥，我们能帮帮他们吗？叶小小很明白这个问题他不该问，但是领土支离破碎，家园满目疮痍，同胞水深火热，他实在不忍心看到原本多彩的世界就这样消失在这片星空。
小小，这个世界有它自己运转的规则，一切皆有定数。你以为除掉未知人类就能够一劳永逸吗？整个宇宙浩瀚无垠，杀了张三，来了李四，人类如果想逆境翻盘，想闪耀在宇宙星空，靠的是整体实力的提升，而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救世主替他们挡下所有的灾难。这是文明等级提升的必经之路。哥，我错了。你没错，善良是最难能可贵的品质，但是善良的前提要建立在超脱事物之外的基础上，否则你的善良除了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以外，并不会帮助到任何人。别人没饭吃而我们有，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分给别人一份，不吧唧嘴就是最大的善良了。况且你这不就是在帮他们吗？第二天一早，叶小小主动问要了几个未知的坐标，就一溜烟离开了。难道昨天说的话刺激到这个小丫头了？老板，消息已经全散出去了。他是全宇宙公认最抠的男人，可今天却在3分钟内为一个女人花了800万。老板，消息已经全散出去了。800公里内一共有114座城市，其中有76座已经变成了空城，只有38座城市有庇护所存在。相信用不了几天就会有人前来探寻未知的信息。不过，仍然有一部分人持有怀疑的态度。无妨，事件的真实性需要时间来发酵。一旦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信息就会像病毒一样疯狂传递。有了敲门砖，自然会迎来开门红。接着，瑞奇也是对下面诺言，将赵天武提升到了超凡境。多谢老板恩赐，如果不是遇到老板，凭借自己的天赋，这辈子都别想突破到超凡境了。往后的一连几天，每天天还没亮，叶小小就会带着赵天武来找瑞奇领任务。他是高兴了，可瑞奇快疯了。他第一次有了一种打卡上班的感觉。李奶奶的，老子好歹也是个无敌的存在，当我是什么 NPC 吗？还有没有一点尊重啊？又过了几天，叶小小二人领完任务，正准备离开，门口突然走进来几个人。赵兄，这么早出去，陈列吗？想起来了，这些人是距离兰市200多公里处的一处庇护所杀伐者成员，说话的人是他们的教官。看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来了，欢迎光临。你是？这位就是小卖铺老板。他就是那个知道未知坐标的人，不是说好的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天下无敌吗？怎么看得像中越过度呢？老板，我们要5个几近未知的藏身地点，需要多少钱？10万。如果到时候没有发现未知的踪迹，假一赔10。这句话瞬间打消了王庆云心中的那丝顾虑。随后他们付完款，没过多停留就离开了。哈哈，从今天开始，小卖铺就要热闹起来了。几天后，一则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杀伐者阵营，同时也彻底击碎了他们最后的一丝志。兰氏庇护所教习黄忠实携队员成功剿灭一处未知分巢，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摧毁未知分巢的杀伐者，故授予杀伐者先锋战队的称号。黄忠实教习奖励神力胶囊1颗，奖金80万，其余参战队员奖金20万。一时间，无数杀伐者结伴而行，他们的方向只有一个。恭喜啊，老黄同志！杀伐者先锋战队听起来还不错。这次多亏了白浩从别的机动战队中调取了2名极境，不然还真有点难度。当然，这一切还得感谢老板的神机妙算，如果没有老板，我们连未知都找不到。这一次的收获斐然，钱攒够了吗？够了。好，那我祝你突破超凡境。等一下，老板。他比我年轻，天赋也比我好，所以这一次他比我更合适。团哥也，其实白浩刚开始听到黄忠实说钱攒够了的时候，心中微微有了一丝芥蒂。他以为黄忠实要用这些钱帮助他自己突破到超凡境，但是没想到黄忠实却毅然决然地将这一次珍贵的机会让给了他。不行，这里面有你的一半，150万，就算是以你现在教习的身份，那也是你10年的俸禄。这次行动本来就是你出力最多，而且凭你的天赋再加上风属性觉醒者的能力，一旦突破到超凡境的行列，必然会远超其他同境界的强者，日后在与未知的战斗中也能发挥出最大的战力。你和我不一样，你年轻有天赋，是总部击碎黑暗的利刃。黄忠实的一番言论让旁边的所有队员深受感动，就连瑞奇眼神中都带着一丝赞赏，尤其是白浩，他的眼眶已经泛红。团哥，可是没有可是，这是命令。考虑清楚了吗？请老板出手。谢谢老板。团哥。混蛋！老子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也不想被一个男人抱在怀里，而且这钱是老子借你的，挣够了赶紧还给老子。请老板助我突破到极境。见此情形，一个个队员也反应了过来，纷纷围绕在了瑞奇面前。瑞奇微笑地看着面前的这些人，越看越可爱。我也要。你要啥？我也要突破战境。看着他身上的几个钢镚，瑞奇没好气地开口道：“你有钱吗？”啊，我没有啊。没有你凑什么热闹？闻言，楚然脸上有些尴尬，随后他又退回到原来的位置。哈哈，不好意思，我看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老板，楚然上次护城有功，这一次他的费用算在我身上。谢谢教官。眼看着一个个同伴都突破了自身原来的境界，说不眼馋那是假的，只不过他的境界太低了，很多次的行动都参加不上，自然也就囊中羞涩。再加上最近杀戮者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竟然停止所有的任务，不再对城市展开进攻，就像是突然消失了一般。统爷，提升到战境的办法，临时提升到战境7、8千块，永久提升。永久提升，搞快点，搞快点！太墨迹了，这样很容易让人误会自己有水时长的嫌疑。谁属性？楚然竟然觉醒了水属性！这一幕让包括黄忠实在内的所有杀伐者成员都张大了嘴巴。
与此同时，瑞奇账户内的余额正在飞速的倒退。我潮了，狗系统，你给我出来！你特么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别人突破到战绩是8万，而他是800万？因为他有突破水属性觉醒者的选项。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也没让我说呀！李奶奶的，自己多听听语音播报会死吗？现在钱也收了，境界也提升了，难道让自己舔着个老脸再去要？那我无敌的形象和臭鸡蛋有什么区别？为了面子，老子忍了。老板真是我们的福星了。什么狗屁福星？那都是老子用钱堆出来的。3分钟为一个女人花了800万，送财童子还差不多。原来我的天赋也很强呢！原本以为自己只能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但是现在我也成了一名属性觉醒者，站在了天才行列，也能像叶小小一样给他挣更多的钱。你喜欢钱，我不喜欢，但我喜欢你。从今以后，钱在我心里除了你就是最重要的东西。谢谢。黄忠实眼睛多尖，这种自带背景音乐的场景让他瞬间感觉到小卖铺当中出现了多余的东西，于是他挥了挥手将全部队员带走。至于瑞奇，他还沉浸在800万惨案的悲伤之中，心里正思索着从谁身上坑800万来填补这个空缺，所以根本没工夫搭理楚然的心理活动。我想说，谢谢你用16万重新让我捡起了自信，我会继续努力的，很努力很努力。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想到这800万啊，我的心又开始滴血了。不过按如今的赚钱速度，过2天就能再次升级无敌领域了。拜见王座。拥有神识的都知道，神识一旦扩大到一定范围，该范围内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法眼。而瑞奇的神识在这次升级后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去窥探一个男人。升级成功！您当前的余额为1040万，下一次升级所需100亿或一个恒静生命体。奖励2级文明母种1颗。随着领域的升级，瑞奇原本停滞在800公里的神识又开始了疯狂蔓延。哟，这不是那个紫菱吗？怎么没发现小李子的身影？不会让未知宰了吧？这小子身为杀戮者首座，竟然100年来都不沾一滴杀伐者的血。这要是换了自己是未知，李冠奇坟头的草都3米高了。不过未知之所以如此纵容他，应该是跟他心中的那个秘密有关。想到那个查询一下就需要10亿的秘密，他就感觉到一阵心疼。如果李冠奇真嘎了，他会比800万惨案都痛了。不过凡事要往好处想，万一只是被打残了呢？这一次升级，无敌领域已经从800公里扩张到了3200公里，已然覆盖了半个神州大地。这要是放在以前，送个快递都能发财。不过这2级文明母种是什么？文明母种是文明硕果的结晶，可以大大缩短文明进化的时间。一旦有生命体获得文明母种，它就会以一种急速的方式成长。等达到文明等级的极限境界后，它所在的族群就会向着下一等级的文明跃迁。只不过身怀文明母种的生命体也会同时被抽干生机。这完全就是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必死之举。这种宁愿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胸怀，很悲壮，很傻呗，但是很伟大。这样的话，那我岂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人类的文明进化？不行，文明母种只会选择最有可能成为文明进化者的生命体，一种族群只会存在一个。要求还真多，得一夜暴富的计划泡汤，还是老老实实搬砖吧。拜见王座。哼，虚情假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动作。你将杀戮者全部撤回，是想给那些人留下喘息的机会吗？这么多年，你一直有意无意的给杀伐者留下破绽，你以为我不知道？别以为你身怀文明母种，我就不敢杀你。我之所以撤回杀戮者，是因为我们的计划当中出现了变数。最近我们的行踪频频暴露在杀伐者的视线下，就连你们的藏身地点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所以我怀疑一定有人已经掌握了获取你们位置的办法。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局势明显对我们不利，所以不如先将所有人撤回，保存实力。变数？什么变数？正在查，给我1个月的时间，一定可以查明原因。1个月？恐怕1个月以后，我那些族人已经全都被杀干净了。不用查了，用不了多久，我的实力就可以完全恢复。到时候无论是什么变数，我都会让它消失。至于你，能为文明献身，是你无上的荣幸。哼，一个低级的文明种族，竟然妄想在我面前玩弄心计。如果不是文明母种选择了你，我又怎么会留你到现在？东凌云，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杀戮者首座。我要你在1个月之内攻破人类最后的防御，将那些血肉之躯统统给我带回来。去吧，去证明你的价值。你受伤了？难道他恢复了？